Hello，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啊！今天直播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今天提早了15分钟啊。那我们现在呢，马上开始。一开始呢，也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那不知道你是新同学还是老观众呢？啊，如果你是新同学的话啊，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写一个你好，我是新观众啊。那这里也让我们认识一下你是来自哪里的呢？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你是来自哪里的。然后呢，我们来互相认识一下。打个招呼啊！那今天晚上的直播呢，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一开始呢，先来看一下啊，我准备了以下3个部分。那第一，特朗普他的下一步会做什么呢？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一个 A。那我在这个部分呢，会讲得更加详细一点啊，尤其是最近呢，他好像他的态度非常的反转啊。前一天他是讲一个 A 的立场。然后第2天呢，他就马上转掉了他的看法啊，所以这个是让人非常难以捉摸，就难以去猜测他下一步是什么。那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 A， 让我知道一下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那下一个话题呢，就是 B， 现在这个市况啊，你可以看到是非常波动的，而我最新的捕捉强势股的方法是什么呢？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这个直播里面讲得更加详细一点。那 C 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改善投资回报的策略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是一个投资艰辛的一年。那我们在2025年怎么样改善我们的投资回报呢？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写一个 C， 让我去了解一下啊。那同样的老规矩啊，如果这个直播人数是到了1000人的话啊，你们参与直播，我也可以回答一个股票的看法。一般我们公开场合呢是不会去讲到股票的啊，但如果直播到1000人的话啊，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投票啊，或者是留言你最想看哪一只股票，那我们就看人数比较多的，我们就去看哪一只股票啊。OK， 那我看到呢也是比较多人对于 A 到底特朗普下一步他的政策他会有什么政纲，或者是他会采取什么关税的政策啊？那这个也是我相信也是最多人蛮感兴趣的啊。那当然我也看到有部分的观众也是对 B 有兴趣。那我也在接下来呢分享一下我对于强势股怎么样去寻找他们的方法我来分享一下。OK 啊，那我看到大部分都是 A， 那我们不如就马上开始讲一下我的看法好不好？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啊。前几天特朗普就说，我对于鲍威尔他现在一直都不降息我觉得他非常的不称职不负责任我考虑要炒他鱿鱼但如果你自己有想过的话，其实美国政府跟美联储他们是2个独立的部门特朗普是没有权利去干预美联储没有权利去炒掉鲍威尔但这个是他的一些看法他在前几天在上个星期讲到的一番话。那市场呢又在星期一有了一些恐慌的抛售那结果呢过了几天，我不会炒鲍威尔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炒他的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我打倒了昨天的我今天的特朗普打倒了昨天的特朗普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更加有搞笑的前几天就说我们要打关税我们要对中国征收34%、20%，然后不断的加上去。结果在前几天他就说，我们将会减掉对中国的关税我们跟中国跟习近平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友好的谈判我们最终呢会有一个最终协议，会降一些税你可以看到是态度反转非常的快速，没有人会想到他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再早一点的，我们要对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加至少10%的关税结果过了几天他就跟你说我们现在决定暂停关税90天那结果那一天股市马上涨了10%，所以他的思维我觉得是非常难去预测的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那明天的特朗普他会做什么呢那不如
我现在呢让大家来投个票，猜一下啊，你觉得特朗普他的下一步会做什么呢？A 就是你们觉得哪一个才是他下一步会做什么的啊？你可以在留言区写 A、B、C、D。A 就是世界和平和好如初啊，或者是他认错了啊。我觉得关税战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政策啊。那我现在撤回一条消息吧啊。A 就是和好如初啊，没事发生。B 呢就是一边跟你去谈判啊，然后呢来跟你一边降关税啊，那这个是可能性 B。那 C 呢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不好的国家啊，它抢走了我们美国很多工作啊，所以呢谈判破裂了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是 C 的话，你写 C。那 D 的话呢会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呢？比如说特朗普他卸任了啊，或者是特朗普他生病了啊，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那如果你觉得有 D 其他的可能性的话，你也可以在投票写下来，或者是我们现在呢开了一个投票的选项啊，你觉得特朗普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啊？A、B、C、D 大家都可以任意的去选择啊。那我现在呢来看一下你们的那个想法是怎么样啊？我看到有一个友他说 D 被迫下台啊，那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一点吧啊，但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啊。那有一个 Susan 说 B 啊，那这位同学是来自于香港的啊，那你好啊，这里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观众朋友们，你们的选项是怎么样啊？那目前我无论是看到留言区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开了一个意见调查也好我们看到呢，最多的可能性都是觉得一边谈判，然后呢一边降关税或者是反过来可能会加关税那反正就是一边降这个关税，一边谈判嘛这个是一个可能性那这个是最多人认为的一个可能性那现在呢？不如我来讲一下我的看法，好不好那下一章，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可以预测的事情。那原先呢，我以为只有2样东西，但是现在呢，我认为有3件东西不知道同学们、观众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这3样东西是什么你们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你们觉得有哪一些不可以预测的事情这个世界上面有哪一些不可以预测的？你都可以写下来看一下你们觉得有哪一些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没有水晶球，看一下有没有同学想猜一下什么时候中彩票这个是第一个不可以预测的，OK 也是其中一个。死亡是不可以预测的 ，OK 这个也是没有人知道你的生命什么时候终结也是的但今天并不是我想说的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也是一个有人说的非常好老婆的心情这个我以前可能不太会理会但在我去年结了婚之后我开始理解这一句话了看来我们也是同道中人我们也是不能理解老婆的心情，不可以预测老婆的心情非常好。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下我的看法，好不好？第一个女人，这个在去年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去年也是刚结婚了那这句话呢，其实也是七法帕他之前有讲过的女人针女人针海底针女人的心就像海底的针一样很难去找，很难去发掘，对吧？那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同有没有认同的呢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那我们其实并不是要预测女人的心，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她明天会想什么，你不可能知道她现在的心情应该怎么样去形容这一句话其实很难去预测的。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其实应该是聆听她的想法，对不对所以大家记得看完这个直播之后回去跟你们的老婆或者是女朋友好好的聆听一下她想要什么，她需要什么，对不对如果你学得到的话请 OIC。那除了女人之外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是
没有人写到的啊。股市啊，那股市啊，我经常听七爸爸他有一个比喻啊，股市就跟女人一样啊，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啊，明天股市是涨还是跌，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啊。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做的是预测股市，我们做的是什么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看到现在股市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去看一下啊，我们是可以通过技术分析来判断一下，到底有哪几个概率可能会发生，然后呢，我们去做好各种的应对的准备措施。这个就是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用技术分析啊？所以这个是世界上面不可以预测的第二件事情啊。如果你有听得懂的话，请 OIC。那好了，第三件事情呢啊，我觉得真的是意想不到啊，我以前是没有想过的，但在今天我准备这个直播的时候啊，我想到的第三个不可以预测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也是没有人有讲到我想说的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特朗普啊，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测得到他明天啊会说什么关税政策呀，啊他明天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呀，啊他明天对哪一个国家不高兴了加你关税啊，或者是明天他觉得这个国家啊谈判的很好啊，那可能会降关税吗？啊，这个我不知道啊，但从过去1个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在推特上面讲的一番话也好，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好，你永远不知道他过去几天什么时候会改变他的主意啊，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啊，这个世界上面第三件不可以预测的事情就是特朗普啊，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说她是一个女人，而她真的她那些政策也好啊，她的那些想法也好啊，我们是很难去预测的。那既然我们不能预测这么多事情，我们不能预测股市明天涨还是跌，我们不能预测特朗普，他明天是加关税也好，还是降息啊，还是降关税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啊？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概率，然后呢做好多重的准备。那这个呢也是七爸爸在4月9号那个时候呢他在 GMP 有分享到。加开的一场直播啊，他分享到他是对现在关税战做的几个预测啊，或者是做的几个可能性的准备啊，他想在脑海里面想一次，有这6个可能性，然后呢，如果发生了情况 A，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准备？如果发生了情况 B，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怎么样去执行我们的策略？C 情况3应该怎么样？情况4应该怎么样？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他在直播当中有分享到的，这个是可能性3。川普呢他有可能会被迫撤回关税。那如果有这个可能性发生的话他当时会讲到就是股市会涨。那当时候呢，他也讲到有几个可以重点关注的股票那这里如果你眼睛比较好的话可能会看到其中一个是小米。然后有另外一个可能是药明烯的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在4月9号到现在过了短短的2个星期，这些股票呢，你可以看得到已经是涨了至少30%最多的是涨了44%，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股市当中，我们并不能做预测，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多重的准备。当这个情况发生了，我们就应该做相应的措施那当时候七爸爸分享了这几个机会。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已经涨了超过30%所以 GMP 的同学，你们也是有见证了这个首次加开的一个 GMP 的直播那如果你们有所收获的话也是恭喜你们我看到一个老观众这个也是 GMP 的同学Jenny 你好那确实药明呢在最近这几天也是涨了回来那也是恭喜你如果你有把握的话 OK， 那我们也是。我也是做了相应的措施那七爸爸他做了他相对应的多重准备，我自己呢也是做了多重的准备那因为我们不能预测股市嘛，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应用刚才我所说的，在一个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多重的准备。那我用的是技术分析的那一部分，那我是怎么样去预测的呢？我是怎么样去做好准备的呢？
这里我就分享一下。那特朗普未来的一段时间他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大致上面我们可以分成2个方向。如果他跟其他国家谈判成功了或者是他跟中国谈判成功了2方面都拉好了关系那有了一个好的结果，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想而知的之前市场对于关税的这个未知因素就会撤销掉了，然后呢股市就会涨了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他跟其他国家90天之后还是谈不来，然后呢这个关税的政策依然要落实的话又或者是他觉得他跟习近平那个谈判的桌子翻掉了他不喜欢习近平，不喜欢中国然后继续要加关税的话那就是 B 情况 B 谈判破裂了。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也可以可想而知的想到在这个时候呢股市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会下跌现在为什么会有个反弹？因为市场重新看到了特朗普是想谈判的可能会改变主意，可能会有谈判成功的这个可能性。但如果出现了情况 B 谈判破裂了，那这个希望呢也就破灭了自然而然的也会引发更多的人去抛售恐慌抛售然后股市就会下跌，所以这个是情况 B。那我们知道了大致有这2个方向不是涨就是跌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准备呢？如果是涨的话，到底有哪一些公司它可能是企业基本面优秀的或者是我看到它技术面也是有领先的指标我看到它是跑赢大市的。如果股市能够涨的话，这些股票也是大概率能够跑赢大市的。有没有这些公司呢？或者是相反如果是谈判破裂的话，如果股市下跌甚至有可能会继续一个熊市的话，到底有哪一些公司在关税战的背景之下，它的影响会比较小，甚至是不受影响的呢？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做的第2重的多重准备到底哪些公司它能够跑赢大市？到底有哪一些公司如果真的打了关税战的话，它的影响会比较小，甚至不受影响呢？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有哪一些公司它是同时间能够兼顾这2种的情况。那如果同时间它能够跑赢大市，涨的时候涨得更多跌的时候跌得更少同时间如果谈判破裂，股市下跌，这些公司影响比较小，或者是它本身的业务呢不受影响的那如果这2者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我要去找的重点关注的股票。那这些呢就是现在我是重点关注的强势股票。那在上个星期呢我也是有做了一个直播当时候呢也是做了一个投票嘛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记得那如果你没有看过上个星期的直播的话，你可以去回看一次因为这个直播呢也是价值满满我也分享到我是怎么样去寻找强势股的方法和工具，我都有分享出来那个时候呢，我就拿了2个股票来给大家做一个2选1大家记得的话，我看到有同学说记得对吧？那公司 A 就是 NVIDIA那 RS 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呢一开始没有人去选择公司 A 的，后来呢我公布了这个名字公司 A 就是 NVIDIA 之后，我看到很多的同学很多观众都是回心转意突然间多了很多的观众投票了公司 A那这个是上个星期的结果。然后公司 B 呢就是 Palantir 是一个强势股票，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 RS 是非常非常高的当时候呢我也是分享到我是选择了公司 A， 那公司 B 拥有了超强势股票特质的 Palantir。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上一次直播15号到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强者他只会越强，弱者呢他只会越弱那很多人他都喜欢的是一些明星股票NVIDIA 它这么有名，黄仁勋这么有名不会有错吧那不可否认的是 NVIDIA 它确实是一家好的公司，它也是这个世界上面举足轻重的一家企业那我也是对它非常的 respect但是呢如果我要去买股票的话
啊，我们并不是跟股票谈恋爱，而是我们要去适当的去寻找强势股。这个强势股票过时了，那我去寻找下一个强势股票。那2023年到2024年 ，NVIDIA 确实是市场当中其中一个强势股票，而很多人呢只是记得它那段时间啊非常的光辉啊，涨了好几年，涨了好几好几百倍。但是呢，当它过时的时候啊，你就会对它念念不忘。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寻找下一批的强势股票。所以呢，啊，很有趣的，你可以看到，在那一次直播之后到现在 ，Plentia 它的 RS 也是保持了90几%啊，然后呢，它的 RS 也是啊很高很强，然后呢，它在那一天到现在涨了接近9%啊，是一个蛮不错的涨幅哦。对比之下，你可以看到大势啊，如果我们来看 S&P 的话啊，标普500，它在这段时间啊不涨不跌啊，略微跌了0.5%。啊，所以这个是大盘的表现，而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弱者越弱。你可以看一下 NVIDIA 在过去那一个星期多一点啊，它是跌了7%，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啊，我是避免去选择一些弱势股票，而我是透过了 RS 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很好的去筛选掉弱势的股票，并且能够帮助我重点的去关注哪一些才是强势股票。那如果你忘记了，哎，什么是 RS， 或者是你没有听过上个星期的直播的话，你可以去回看一次那个直播的内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具体的讲一下我在最近的一些计划啊，以及我在这段时间呢做了什么啊。那这些内容呢，其实也是我在我的那个 APP 里面有分享到的一些操作啊。那我们是没有水晶球的啊，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实时的分享我的一些大盘的看法，以及我会分享一些我的计划。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我在重点关注分析的清单里面会有讲到，在这段时间呢我的选股逻辑是什么那如果你刚才听了我的直播，你就会知道，哎，我的选股逻辑呢就是寻找强势股票。那怎么样去寻找强势股票呢？它有什么特征呢？第一，就要去寻找那些相对抗跌的股票那如果大盘在200天线以下的时候，我尽量的就是去寻找还在200天线以上的股票这个也是我分享的一个操作第二个操作呢，就是我尽量是选择一些它如果是 RS 比较高的比如说 Plentia， 当时候它的 RS 90几，也是一个 RS 比较高的股票所以呢，这个是我会对它的一个加分项。第三点呢，就是尽量它的业务呢，如果是不受关税战的影响的话，就是一个加分项。那这个也是我过去有讲到的一个重点。那其实这个重点呢，也是对现在也是适用的那虽然现在你可以看到关税战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没有加那么多或者是在跟中国有一些谈判的可能性，而万一如果未来谈判破裂了呢？万一90天之后它还是照样的加10%或者以上，又或者是它跟中国翻桌子了，不谈了，不玩了跟照样的加你200%，加你300%。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又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如果有一些公司它的业务是不受关税战影响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而这个呢，也是我在4月8号和10号的时候我在我的重点关注的清单里面有分享一些我的强势股的清单，以及我有分享到在那个时候呢，我特意的拍了一个影片，讲到了我对大盘的最新看法那这个也是我在当时候实实在在的马上跟大家做一个 update。那在往后的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在4月的16号，我在实战的基础分析当中有分享到了我对于实实在在的大盘看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在4月10号到4月16号的时候，股市呢是非常的疲弱是一个横向的整固。而这段时间呢，我观察的是有一些强势股，它是能够逆势上涨的。那这个也是我乐意看到的一种情况。具体是为什么呢？其实在上一个直播我也是讲了一点点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机构投资者他们是不愿意抛售这些强势股票，甚至在大盘下跌的时候，他们非常有信心能够用他们的资金
投放在这些强势股身上，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些股票相对抗跌，甚至能够逆势上涨。那这里呢，也是我做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操作啊，我是买了3个股票啊，那这3个股票呢，都给我看到有强势股的特征，然后呢，我也是在我的投资日记当中有分享到我的操作啊，我是怎么样去做的，我在哪里买啊，我的止损是哪里啊，我都有很清晰的写在我的投资日记当中啊。当然这里呢也是跟你讲一下这个免责声明啊，这个投资日记也好，或者是这个重点关注的清单也好，并不是一个 shopping list， 大家进来来看一下我买了哪只股票，或者是我关注哪些股票，然后呢去无脑的去买入并不是这样的。我分享这个投资日记，或者是这个重点关注的清单，也是实实在在的分享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的计划，怎么样去看待现在的大盘，这个才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个价值，而并不是盲目的给大家一个号码所以这个大家也要记得哦。所以呢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来看一下 Planitia大家如果记得 Planitia 是做什么的话它是做 AI 的，它是做各种的大数据的平台那关税战打起来了，对它有没有影响大家也可以回答我一下，会不会受影响？肯定不会的啦。第一它大部分的业务都是跟政府有关的所以加关税肯定不会受影响第二就是它的业务呢也不在中国，所以就算加1000%的关税打中国的话它也不会受到影响。第三那些企业就算加了关税它会不会不会去使用 Planitia 呢大概率也是不会的，因为 Planitia 能够帮助他提升他的工作效率，提升他的业绩的效率所以这么好的一家公司一个工具，怎么样不去使用它呢？对吧？所以综合下来，你可以想到的就是就算坏的情况发生了，就算关税战打起来了，这家公司它的业务也是不受影响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它也是拥有着强势股的特征，机构投资者也是真金白银的把他们的钱放在这个股票里面，它涨的时候是领头羊涨得更多，调整的时候它跌得更少，甚至呢能够逆势上涨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很早就看到它是一些强势股的，它有强势股的表现，强势股的特征，然后重点关注它这个是第一家公司。那第二家公司我们来看一下就算关税战它要加到1000%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你也要看剧对不对你也要看 Netflix， 所以呢 Netflix 的业务会不会受到关税战的影响肯定是不会的啦它卖的是网上的这个线上的电影那对于关税战毫无影响。中国禁止入口美国的电影，对它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所以 Netflix 还是照样它也是拥有强势股的特征，它的业务也是不受关税战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大型的股票里面，像什么 Magnificent Seven、Tesla、Nvidia 或者是什么苹果，他们最近有一个反弹，但是依然是非常疲弱的。而你可以看到 Netflix 它是非常的强势，甚至是能够接近前面的新高，准备破新高，天空是顶。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过去你可以看到我在4月10号把 Nvidia 放在我的重点关注的清单里面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天它也是涨的时候领先于大盘，所以这个也是在过去我的一些选股的方法这里呢也是分享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在链接里面你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我的那个 APP 的连接那这个 APP 呢是免费的，你可以先下载然后看一下。那如果你有兴趣升级到会员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你可以在那个 APP 里面去点击升级 VIP 会员，然后后续的操作呢你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那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是之前我们的一个抽检环节如果你之前是有填了我们的问卷，
并且是订阅了我们的 APP 的年方案的话，我们会抽取2位粉丝去送你一股 NV 的股票。那我们在之前呢已经是送了3位所以今天是送2位，并且呢我们跟西门里那边有一些洽谈就是我们看到反馈也是很好的，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会额外送1名抽奖的名额给一些有免费体验、有参加我们免费体验 APP 的一些用户所以这里呢今天加送1位能够送这个 NVIDIA 的股票那我们是不是现在来做我们的抽奖环节 ？OK， 那这一次的抽奖呢我会选择实实在在的实时分享我的这个抽奖的名单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呢有2个抽奖的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有2位送你一股 NVIDIA 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1位免费体验的那个用户，我们也是会送你一股 NVIDIA 所以我们会抽奖分2个部分。那如果大家看到的话那我现在呢就直接的在这个屏幕里面分享并且分享我的画面，并且去做这个直播了那 OK， 我数3声，3、2、1，我们开始直播。那第一位呢，我们看一下有2位观众有2位会员是抽到了我们的 NVIDIA， 我看一下，分别是电邮前面的 PHY 那如果你是电邮前面是写着 PHY 的话你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或者是西门里的客服那第2位幸运儿呢就是电邮前面3个字COI 那如果你是这位幸运儿的话你也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抽第2个部分，就是免费用户我们也会送你一股 NVIDIA 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一下，有没有？有了，奖项已经全部抽出。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位就是新加的1位幸运儿就是电邮前面3个字就是 MAN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3位幸运儿那我们也是在这里呢恭喜一下这3位幸运儿那如果你们是中奖的话，也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那另外我们的客服呢也会主动的去联系你们 OK。那这个直播的最后我们也是来到这里2025年是一个投资艰辛的一年我们也是在年初讲到现在虽然是涨了一点虽然有一些反弹，我们看到情况有好转，但是是不是到了一个顺风期呢？还是没有的我们依然是处于一个非常不明朗的时候。明天特朗普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明天鲍威尔他会说什么，我们也是不知道现在呢，大势依然是属于一个逆风期。那这里呢，唯一一个稳赚不赔的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所以以下有3个不同的工具，免费的也有如果你是想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捕捉机会的我们有 GMT， 付费的也有所以如果你是免费的，想先体验一下我的 APP你可以在链接里面找到我的APP 的连接，你可以下载先试用一下。那如果你是想跟着我们进一步的学习的话，我们也有不同的工具可以给你们去学习，并且可以帮助你们一起在全世界找到趋势和机会那我们今天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